圈，明星和经纪人往往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一个好的经纪人会使艺人的事业如日中天，一个差的经纪人则会让艺人的事业一败涂地。但并不是每个艺人都能拥有谢霆锋的幸运。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被经纪人坑惨的12位明星，看看你最同情谁。1. 赵丽颖。现在风光无限的赵丽颖，曾经可是被经纪人结结实实的坑了一把。大家还记得那部现象级大爆剧《花千骨》吧？它让赵丽颖一夜爆红，同时也成为赵丽颖的代表作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部剧一开始原定的女主角并不是赵丽颖，而是郑爽。但当时的爽子一心都在爱情上，完全无心搞事业。这样一来，剧方又找到了赵丽颖的经纪人。但他的经纪人贺如拿到剧本之后，并没有过多犹豫就拒接了，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片酬低。如果赵丽颖不知道的话，那《花千骨》的女主角就肯定不是她了。好在剧方直接找上了赵丽颖，这才有了后面的小谷。最后的结局想必大家也猜到了，经纪人被辞退。然而几月之后，贺如就开始在网络上对赵丽颖肆意造谣、爆黑料、痛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他曾在社交平台发文，长得不好吧可以整，这人品要是不好可咋整呀？疑似暗指自己曾经带过的艺人赵丽颖没脑子。到底是赵丽颖没脑子，还是他故意抹黑呢？是非黑白暂且不论，反正赵丽颖最后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这无疑是最好的回击。2. 李易峰。有颜有演技的李易峰也被经纪人坑过，他的前经纪人董可言仗着李易峰经纪人的光环，在外恶名昭彰，数次拖延搞黄杂志拍摄，粗暴推掉艺人的高端商演，数次无端拖延艺人广告、活动、电影邀约，阻碍李易峰发展。一系列的事情被爆料出来以后，引起李易峰粉丝的不满，粉丝为他发声讨公道。事后，李易峰的经纪公司表示已对这件事情做出严肃处理，看来正义的反抗还是有用的。3. 胡歌。想不到吧，低调沉稳的老胡也没能躲过经纪人的魔掌，他的经纪人实在是不靠谱。在胡歌去韩国拍广告的时候，瑶瑶居然连签证都没有给胡歌办好，害得他滞留机场。当时公司并没有开除他，但他仍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在胡歌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私下签订了多重协议，对胡歌的名誉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伤。尽管胡歌对待身边的人一直都很长情，但因为这件事儿，胡歌不得不开除他。4. 李维嘉。湖南卫视的人气主持人李维嘉情商智商都高，在快本上的聪明表现非常圈粉，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亚于何炅。但就这样一位八面玲珑的艺人，也曾经被经纪人欺骗过。据知情人爆料，李维嘉的前经纪人不仅欺骗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还住他的房，开他的车。最令人惊讶的是，还劈腿维嘉女友。可能是身边的人伤害更致命，李维嘉有段时间不仅暴瘦，就连在录节目时还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哽咽大哭，导致录制中断。5. 张钧甯。张钧甯刚出道那会儿就被经纪人坑惨了，曾有影视公司的大哥找他拍戏，并通过其经纪人约见他，他的经纪人当面乐呵呵的答应，转身就没有告诉他，导致影视大哥苦等1天，于是一怒之下将他设为黑名单3年多，甚至至今都不愿意与他合作。而张钧甯直到多年以后才在偶然的机会下得知真相，明白了为何这么多年碰见大哥却被对方直接无视，这让他在气愤之余更多还是无奈自己当年识人不清。如今张钧甯早已靠着与钟汉良、贾乃亮合作的《最美的时光》，与周迅合作的《如懿传》等诸多热播剧打破困局，迎来了事业的春天。6. 舒淇。当年李安多次找到舒淇，希望她能担任《卧虎藏龙》的女1号，但是这个时候她的经纪人已经给她接了广告，并以这个借口为由推掉了电影里的角色。后来章子怡凭借玉江龙这个角色晋升国际巨星，网友们纷纷指责舒淇的经纪人，如果不是你推掉这部戏，舒淇早就成为国际巨星了。当然了，现在的舒淇爱情事业双丰收，也是很令人羡慕的。7. 袁姗姗。袁姗姗出道之后一直被网友吐槽演技差，不配做演员，更有甚者喊话让她滚出娱乐圈。但袁姗姗是一个很努力也很积极向上的女孩子，终于她凭借马甲线成功洗白。按理说洗白之后的袁姗姗应该会经常出现在荧幕各个活动上，甚至会迎来事业的高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她的前经纪人李昂达在背后使阴招，
在被解雇后，李昂达仍然以袁姗姗经纪人的身份到处宣扬，并且还给袁姗姗推了很多通告，导致他不仅在业内的名声受影响，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无戏可拍，只能在家抠脚。这对于一位事业上升期的女艺人来说，真的非常惨了。8. 金莎。随着浪姐的热播，傻白甜的金莎事业迎来了久违的小高潮。她在节目中不仅力求摆脱装可爱的人设，还自曝了之前曾经受到过的委屈和诬陷，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身边人对她的欺骗。金莎在一次采访中说的，她几年前发现前经纪人对她和对外有2套商业报价，从中赚取数额较大的差价，还曾因为前经纪人偷酒店的浴袍被服务员在网上开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金莎开始学会看人，并严格把关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9. 陈松伶。同样因为浪姐被内地观众所熟知的陈松伶，她的人生道路坎坷程度比金星惨了5颗星。14岁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得了冠军，18岁因为天涯歌女爆红，但就是这样一位年少成名的艺人，却被最好的朋友坑惨了。在2005年时，善良单纯的陈松伶将所有的收入和房产都交给了最信任的经纪人加好朋友阿宝打理，而经纪人却卷走了他所有的积蓄，并且将他赶出了家门。那时的陈松伶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刚回家不久，最爱他的父亲就因病离世，自己又查出了卵巢肿瘤，而他连治病的钱都凑不出，还是张学友邀请他出演话剧才凑够了手术费。亲情、友情、健康、金钱全都离他而去，陈松伶跌落了谷底，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有过离开世界的念头。还好陈松伶遇到了张铎，这个被他称为恩人的男人。张铎用爱跟陪伴治好了他的抑郁，并鼓励他付出。如今陈松伶和张铎已经结婚10多年，感情一直很好。为了保护陈松伶，张铎对外称是自己想做丁克，还为2个人的养老做好了规划。10. 韩庚。在韩庚刚刚回国发展的前几年，他可以说是湖南卫视的常客。有一次在录制《天天向上》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因不满节目组提及韩庚的绯闻女友，在节目录制到一半的时候将韩庚拉走，并在后台大喊大叫。这件事情之后，基本没有看到过韩庚再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节目当中了。直到《前任攻略3》爆红后，他的事业才稍微有些起色。现在的韩庚又在街舞4大放异彩，果然优秀的人在哪里都能发光。11. 董洁。早年的董洁可谓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她和潘粤明结婚后，事业和口碑更是上了一层楼。那时候的她绝对稳坐内地1线小花的宝座，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可是这一切全都被她的经纪人毁了。董洁的前经纪人名叫任佳音，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她在董洁和潘粤明的离婚案中起到了搅屎棍的作用。当年潘粤明背负赌鬼、渣男等等一系列的负面称号，便是出自任佳音之手。最后他也被潘粤明告上了法庭，被判连续15天公开道歉。一切真相大白后，任佳音受到了惩罚，丢掉了工作。然而董洁却是那个输得最惨的人，她不仅事业口碑皆掉，还输掉了自己的家庭。如果当初没有亲信经纪人，她会不会拥有不同的人生呢？对比上面的几位，最惨的还是王宝强。作为一个草根逆袭的明星，王宝强的成名经历非常励志，从北影蹲点的小龙套一步一步成长为如今的影帝。他的故事给无数追梦人希望，堪称是娱乐圈的励志歌。可惜遇上了经纪人宋哲，他对宋哲掏心掏肺，可谁成想人家竟然惦记上了自己的老婆，还给自己戴了一顶很绿的帽子。丑闻曝光后，宋哲还利用担任王宝强公司总经理及其经纪人的职务之便，采用虚报演出、广告代言费的手段，侵占王宝强工作室演出、广告代言等，共计人民币232.5万元。好在王宝强报案后，宋哲直接被警方抓捕，判处有期徒刑6年，所侵占的财物也依法还给了王宝强。现在和妻子袁咏仪幸福美满的张智霖也遇见过这样的骗局。张智霖前经纪人梁瑞雅诗被发现擅自修改艺人高达710万元的广告合约，私吞张智霖酬劳共计142万元。在被发现后，梁雅诗归还了张智霖92万元的港币，可张智霖并没有心软，直接将经纪人告上了法庭。最后梁雅诗被判定了3项欺诈罪成立，也算是罪有应得。以上被经纪人坑的明星，你最同情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